陆燕，别挣扎了，真难看。你以为你还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华尔街投资之神？醒醒吧！天行资本的公章、核心密钥，甚至你那些隐藏客户的名单，我都已经全部交给星火了。白梦梦，我把你从贫民窟带出来，供你上学，给你天行资本副总裁的位置，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这1块钱拿去买个馒头，可别明天早上让我看到新闻说前任天行资本创始人饿死在深海市的街头啊！哈哈哈哈哈哈！我们走。顾星河、白梦梦，你们以为拿走了一个空壳公司就赢了吗？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你们跪在我面前，连本带利的吐出来。逼我交出母亲留下的倾城国际，还要把我像件商品一样卖给一个50岁能当我爸的老畜生。唐家，你们好狠的心！既然如此，我宁可毁了这一切。该死！你干什么？放开我！你这个神经病流氓！救命啊！闭嘴！为了点破事就要死要活，你脑子进水了吗？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坎过不去？谁要寻死了？我只是想扔个垃圾，你瞎了吗？你弄脏了我价值30万的高定，你赔得起吗？你这个疯子！洗干净了，坐吧。刚才在车上我已经查过你了，陆燕是吧？被未婚妻和好兄弟做局，现在身无分文，负债累累，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唐总的情报网不错，所以呢，打算报警抓我这个弄脏了你高定的穷光蛋。唐若薇，你死哪儿去了？王总已经在凯悦酒店等了你2个小时了。我警告你，明天中午之前，如果你不乖乖去跟王总把结婚证领了，倾城国际的资金链我会彻底掐断。你那个短命妈留下的心血，就等着破产清算吧。我是不会嫁给那个老畜生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现在是个一无所有的废人，正好我急需一个挡箭牌来应付唐家。我们做个交易，月薪3万，包吃包住，年底如果有需要，可以额外支付你10万奖金。你的工作内容只有一个，24小时待命，扮演我的男朋友，帮我搅黄唐家安排的联姻，替我挡住所有烂桃花。深海市赫赫有名的唐家弃女，无疑是最好的保护伞。成交。不过唐总1个月3万就想买断我，你这是把我当廉价劳动力了？要是你敢入戏太深，对我有任何非分之想，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深海市混不下去。顾星河，准备好迎接地狱了吗？游戏才刚刚开始。陆燕，你拿的什么破烂东西？还有，合同上写的很清楚，你只能睡最里面的客房，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进入我的主卧，不准碰我的私人用品。规矩真多，不过看在包吃包住的份上，我勉为其难遵守一下。尝尝看，顺便免费附送你一个消息，你正在看的那只绿能科技庄家已经在高位套现离场了，下午3点收盘前如果不抛掉，明天开盘就会直接跌停。装什么股神？绿能科技马上就要发布新一代电池技术了，内部消息说还要连涨3个涨停盘，你一个刚破产的穷光蛋还懂操盘？唐总，不好了，绿能科技刚刚爆出财务造假丑闻，马上就要封死跌停板了，我们该怎么办？他到底是什么人？
你看什么看？大半夜不睡觉，出来当鬼啊？我起夜倒杯水。不过唐总半夜不睡觉，蹲在冰箱面前哭着吃5毛钱1包的辣条，这爱好还真是别致啊！我这是在抽查底层员工的伙食质量。你要是敢把今天晚上的事说出去半个字，我明天就扣光你的工资，把你从这里丢进江里喂鱼。外表是个母老虎，原来是个憨憨，有点意思。明晚就是唐家的家族晚宴了，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亲戚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你给我打起12分精神，别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唐总，3万块钱的月薪，你还指望我给你演一出奥斯卡影帝的戏码？要不你再加点钱，我保证演得比你亲老公还真。闭嘴！今天我买单，给你从头到脚换一层皮。要是晚宴上你给我丢了脸，我不仅扣光你的工资，还要把你从38楼扔下去。哎呦，星河，你快看，我还以为是谁呢，这不是我们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大总裁吗？怎么破产之后连衣服都买不起了，穿个破保安服就敢进这种级别的店？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里可没有废品让你捡。陆燕啊，陆燕，我说什么好呢？好歹你曾经也是个人物，现在怎么沦落到给富婆当小白脸的地步了？你要是实在揭不开锅，跟我说一声，我顾氏集团的大门还是愿意为你敞开的，一个月给你开3000，总比你在这里出卖色相吃软饭强吧？看到那套镇店之宝了吗？意大利顶级大师纯手工定制，价值180万。陆燕，就你现在这副穷酸样，别说买了，你就算去工地搬800被子砖，也买不起他的一只袖扣。这位美女，你可擦亮眼睛看清楚了，这个男人叫陆燕，他身上不仅1分钱没有，还背着一屁股债。你包养他，迟早会被他拖死。说够了吗？在我眼里，只有乱叫的狗才是真正的废物。我唐若薇的人，什么时候轮到你们这种阿猫阿狗来指手画脚了？你什么态度？我是在好心提醒你，他就是个骗吃骗喝的垃圾。店长，把那套180万镇店之宝拿下来，给我男人试穿。是，尊贵的女士，马上为您取下。你疯了吗？为了这么一个破产的废物，你居然花180万，你脑子有病吧？我乐意给我男人花钱，关你什么事？我男人的品味是用来驾驭这种顶级高定的，至于你，也就配捡别人不要的破鞋，还当成个宝一样到处炫耀。你们这种捡垃圾的人，当然不懂什么是品味。这位小姐，说话别太狂了，在深海市还没有我动不了的人。是吗？那我等着。星河，那个贱人到底是谁？他居然敢那么羞辱我们！什么？好一个唐家不受宠的私生女！通知深海市商会所有的银行和供应商，立刻切断青城国际所有的资金链和货源！我要让这个贱人明天早上就跪在我的面前求我！唐总，出大事了！深海商业银行、建行突然同时发来通知，以极其牵强的理由要求我们提前抽贷，5000万的流动资金被直接锁死了。唐总，南方的3大核心供应商宁愿赔高额的违约金，也单方面宣布停止给我们供货。我们的生产线最多还能撑半天，马上就要全面停工了。别慌，去联系王行长，我亲自去求他宽限几天，把我的私人房产全部抵押出去。若薇啊，听说你的公司快破产了，我都跟你说了，女人就不要抛头露面搞什么事业。顾少已经发话了，只要你现在立刻交出青城国际的公章，乖乖去跟50岁的王总领证结婚，顾少就高抬贵手，放你一马。那是妈妈留给我的心血，我就算拼到最后1块钱去大街上要饭，
也绝不把它交给你们去换彩礼！你做梦！天塌不下来，就算塌了，有个子高的人替你顶着。喝了牛奶，睡一觉，我保证，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用安慰我了。顾星河，既然你急着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启动斩首行动。今晚12点前，我要让顾氏集团的股票变成一堆废纸。睡吧，等你醒来，那些欺负过你的人，我会让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顾星河，感动我的女人，我就让你引以为傲的资本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顾少，您放心，青城国际的资金链已经被我们彻底锁死。明天一早，唐若薇除了宣布破产，没有任何退路。很好，等他破产了，王总那个老色鬼自然会去收拾他。至于陆燕那个废物，我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女人是怎么跪在别人脚下的。顾少，不好了，有一股极其庞大，甚至无法追踪来源的海外神秘游资突然杀入了我们顾氏集团的盘口。你说什么？对方使用了上百倍的超级杠杆，正在疯狂做空我们旗下的2只核心股票。我们的护盘资金在对方眼里就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跌停了。顾少，2只股票直接封死跌停板了，这不可能！在深海市，谁有这么大的手笔和胆量？给我查，到底是谁干的？套现2000万，洗白转入青城国际对公账户，备注：神秘天使投资。我是唐若薇。唐总，救命钱！救命钱到了！什么钱？就在刚才，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上突然收到了一笔高达2000万的巨额海外汇款，备注写的是神秘天使投资。唐总，我们的资金链续上了，危机解除了。陆燕，我们有救了！2000万，有神秘贵人给我们投了2000万，青城国际不用破产了。看来连老天爷都不忍心看我们唐总这么辛苦，我就说嘛，睡一觉，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错，老天爷都在帮我。今晚的唐家晚宴，我要让他们所有人都看看，我唐若薇绝不认输。听说了吗？青城国际快不行了。今晚这晚宴，说白了就是唐家逼价的鸿门宴。那个王总都50多了，秃顶大肚腩，都能当他爹了。唐家也是够狠的，为了填补资金亏空，连亲女儿都卖。王总啊，您放心，若薇那丫头今天只要一到，我就立刻让她给您敬茶，把这婚事给定下来。嘿嘿，好说好说，只要唐小姐乖乖听话，青城国际的资金我立马补上。抱歉，让各位失望了。我唐若薇不需要任何联姻，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伤风败俗，不知廉耻！唐若薇，你是不是疯了？王总就在这里，你随便从大街上拉个野男人来冒充未婚夫，你想把唐家的脸都丢尽吗？精彩，真是精彩啊！唐小姐，你就算要找挡箭牌，好歹也查查对方的底细吧。各位长辈，各位老板，你们可别被这个男人的人模狗样给骗了。他以前是开公司的，但现在早就破产了，身无分文，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甚至还背了一屁股的债。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穷光蛋。保安，保安死哪儿去了？马上把这个小畜生扔出去！我看谁敢动他！就算他什么都没有，就算他是个穷光蛋，我也绝不会嫁给那个老畜生。他就是我唐若薇认定的男人。看到没，陆燕，
就算你搭上了唐家这个私生女，你依然是个只能躲在女人背后的废物。今晚，我就要让你像条死狗一样，被扔出深海市。哎呦，马董，您老人家怎么亲自大驾光临了？快请上座，这里有个不知死活的垃圾正在闹事，我马上让人把它处理掉，免得脏了您的眼。看，陆先生，属下救驾来迟。您海外的千亿资金已在5分钟前全部通过国际最高权限解冻，天行集团108位高管已在门外列队，恭迎陆总归位。你不是破产了吗？抱歉了，摊牌了。其实我不是保安，我是你老板的老板。马董，你是不是老糊涂了？被他骗了，他就是个破产的废物。天行资本的核心早就被我掏空了，他账户里的钱全是被风控的死钱，你快下令封杀他呀！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教我做事？陆先生的名讳也是你这种垃圾能直呼的？来人，把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扔出去！从今往后，深海市商会全面封杀顾氏集团！若薇啊，你看你这孩子，燕少身份这么糟贵，你怎么不早点跟爸爸说呢？这全都是误会啊！马大哥，今天这戏演得过了啊！为了帮我撑场面，连集团的高管都雇来当群演了。陆老弟说笑了，当年要不是你在华尔街顺手救了我的核心盘，我老马哪有今天？你虽然现在资金出了点状况，但我老马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今天谁敢动你，就是跟我过不去。刚才在里面，首富马董真的只是为了还你人情？我怎么觉得他看你的眼神像是在看祖宗？不然呢，唐总，我要是真有1000亿资金解冻了，我还为了那3万块钱的月薪，天天在你家受你剥削？你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真以为我是隐藏首富啊？算你识相，不过今天谢谢你，危机解除了，明天开始老老实实回公司给我当保安。遵命，老板。阿月，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顾星河那个王八蛋破产了，他还把所有债务都推到了我头上，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放手！阿燕，你忘了吗？我们在一起3年啊！我当初也是被顾星河那个畜生逼的。我知道你还有马董的人情，你连180万的西装都买得起，你一定还有东山再起的资本。我们复合好不好？我保证以后乖乖听你的话，给你当牛做马。白梦梦，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我这人从来不回收不可降解的有害垃圾，滚远点儿，别脏了我的鞋。哟，这不是前几天还在奢侈品店里教我做人的白小姐吗？怎么今天跑到我公司的地下车库来要饭了？唐若薇，你别得意，他只是个保安。保安怎么了？我唐若薇的保安也是你高攀不起的男人。保安，马上叫人把这个疯女人扔出去，以后再让她溜进我的地盘，扣你工资。好的，唐总，马上清理垃圾。怎么，前女友哭得那么可怜，心疼了？唐总，你这办公室里的醋坛子是不是打翻了？好大一股酸味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谁吃你的醋？我这是作为老板警告你，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不准跟前任藕断丝连，影响你的本职工作。你要是敢在外面招惹烂桃花，我扒了你的皮！放心吧，老板，除了你，别的女人在我眼里都是空气。唐总，公司虽然度过了资金危机，但想要彻底翻盘，必须拿下东郊这块7号地皮。但这块地目前起拍价高达10个亿，而且深海市的地产巨头盛世集团也盯上了它。我们不仅资金不占优势，而且这块地周边荒凉，很多人因为别人不看好，我们才有机会捡漏。青城国际现在就像是在走钢丝，必须兵行险招。难道真的是我眼光错了吗？这块地到底有什么隐性价值，能让它翻倍？
唐总，再这么熬下去，你的发际线就要退到后脑勺了。吃点东西，补充一下快要干涸的脑细胞。这块地啊，表面上看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四周连个公交站都没有。这是地下交通网的走势，深海市未来的3号线和机场的交汇换乘枢纽，就在这块地皮的正下方。陆燕，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陆燕，备车，立刻去公司，马上准备全部资金池，就算砸锅卖铁，今天竞标会上我也要拿下这块地。哟，这不是快破产的唐大总裁吗？怎么借了点高利贷就敢跑来跟我争东郊这块地了？我劝你省省吧，这块破地除了建个垃圾处理厂还能干嘛？唐子轩，管好你自己的嘴。青城国际要做什么，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东郊7号地皮起拍价5个亿，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0万。竞拍开始。8亿5千万，这块地我唐氏集团要拿来建仓库，谁也别跟我抢。10个亿。陆伟，你疯了！10个亿，你青城国际拿得出这么多现金吗？不劳唐大爷费心，10个亿我砸得起。10个亿3次成交，恭喜青城国际拿下7号地皮。贱人，居然敢当众抢我的风头！他真以为拿下地皮就能翻身了？唐大少消消气，在深海市，所有的沙石、水泥、钢材都是我金老虎说了算。金老板，我要你立刻切断青城国际7号工地所有的建材供应，我要让他的项目烂在手里，一天都开不了工，每天几百万的违约金，拖也把他拖死。好说，明天起，整个深海市谁敢给青城国际卖一车水泥，就是跟我金老虎过不去。唐总，出事了！全市所有的建材商突然集体毁约，连一块砖都不肯卖给我们，没有材料，工程一天都推进不下去啊！我们一天光是设备租赁和人工就要损失上百万。我知道，这绝对是唐子轩搞的鬼。怎么了？这是唐大总裁刚拿下10亿的地皮，不在工地剪彩，跑回家装死。别提了，唐子轩那个卑鄙小人买通了绅士的建材大王金老虎，现在全城封杀我们，我跑断了腿，连一袋水泥都买不到，项目停工，银行每天都在催利息。青城国际这次是真的要被拖死了。金老虎，一个靠垄断沙石发家的地头蛇，也敢动他看上的项目。行了，别愁了，我去趟菜市场，晚上想吃什么？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吃？怎么没把你吃成猪？你他妈是谁？敢单枪匹马闯我金老虎的地盘，找死吗？金老板，火气别这么大。我听说你不打算给青城国际供货，你是唐若薇派来的？哼，小子，你挺能打，但我告诉你，深海市的建材规矩我说了算，我不供货，他唐若薇就得乖乖等死。是吗？那你看看，这个规矩，你说了还算不算？那是全球唯一限量发行，象征着绝对财富与生杀大权的天行黑卡。3个小时内，我要看到100辆装满顶级建材的卡车停在青城国际的工地上，少一袋水泥，我就让你从这个世界上彻底蒸发。听懂了吗？懂了，我马上办。唐总，我们也没办法呀，现在所有的建材都被卡住了。张总，算我求你了，能不能先调一批货给我？唐总，这忙我们帮不了啊，您还是另想办法吧。唐总，对不住啊！之前是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这是市面上最好的建材，全部3折给您。以后您的项目我包圆了，绝对保证供应。金老板，您这是？危机解除了，马上开工。
陆燕，老实交代，今天工地的建材是不是你干的？那个不可一世的金老虎，看到我就像看到了活祖宗，差点给我跪下。我一个保安哪有那么大本事？我就是去买菜的时候，正好碰到那个胖子被城管追，我顺手帮他指了条路，他非要感谢我，我就随便提了一嘴建材的事儿，这可能就是善有善报吧。陆燕，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身上全都是秘密，深不可测的让人害怕。别看电视了，你给我转过来，把话说清楚。老板，下班时间不谈公事，我想看这个台。拿来，这是我家电视，我说了算。唐总，怎么嫌3万块的月薪不够，打算亲自上阵潜规则你的员工了？谁要潜规则你？臭流氓！本总裁去洗澡了。若薇，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爷爷？7号地皮这么大的项目，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吞得下？马上把青城国际的公章和项目的绝对控制权交出来，让你哥哥子轩去接手。爷爷，这块地是我凭本事拿下的，建材危机也是我自己解决的，凭什么他唐子轩什么都不做，就要来抢我妈妈留下的心血？我不交！唐若薇，你别给脸不要脸！你一个私生女本来就是唐家的耻辱，你要是不交，爷爷今天就登报宣布把你逐出唐家，收回你手里所有的资源。若薇，听你爷爷的话，女人必就是要嫁人的。你把项目交给你哥，以后唐家还能给你备一份嫁妆。嫁妆？你们是想把我卖给那个50岁的王总换彩礼吧？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项目是我的，谁也别想抢走。哭什么？就因为那群吸血鬼？他们要收回项目，还要把我逐出家族，我快要撑不下去了。不给，属于你的东西，1分1毫都不能给。可是唐氏集团是深海市的巨头，他们如果全力打压，我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巨头，在我眼里不过是只随手就能捏死的蚂蚁，你信不信？不出3天，我会让唐家所有人跪在你的面前，求着你收下整个唐氏集团。唐董，完了！就在今天早上开盘的10分钟内，有3股庞大甚至查不到来源的海外游资对我们发起了毁灭性的做空绞杀。你放屁！我们的护盘资金呢？全部砸进去啊！砸了！5个亿的备用资金扔进去，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就被吞了。现在各大银行看到我们股价崩盘，全部提前抽贷，我们的现金流彻底断了，唐氏马上就要破产清算了。顾少，你可得救救唐家呀！你不是一直想投资东郊的项目吗？救你们可以啊，我顾氏集团可以立刻注资5个亿，帮你们稳住盘口。顾少大气，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条件很简单，我要唐若薇今晚8点送到凯悦酒店的总统套房，只要她把我伺候高兴了，这5个亿马上到账。唐老董，这可是你们唯一的机会，用一个本来就不受待见的私生女，换整个唐家的命，这笔买卖多划算啊！好，成交。顾少您放心。若薇啊，是爸爸错了，爸爸知道你受委屈了，爷爷也反省了。今晚凯悦酒店，爸爸给你介绍一个京城来的顶级风投大佬，只要谈妥，你的公司就能彻底起飞了。你一定要来啊！好，我晚上过去。若薇啊，那位大佬就在里面等你，爸爸还有个应酬，你进去好好跟人家谈，一定要顺着人家的意思，知道吗？知道了，我会努力拿下投资的。唐总，真你好，我是青城国际的唐若薇。怎么是你？放我出去！开门！贱人，敢打我！滚开！别碰我！陆燕，陆燕，救我！
顾星河，我要你碎尸万段！陆岩，你敢动我？我是顾家！陆岩，带我走，带我离开这里。好，我带你回家。顾星河，这只是利息。陆燕，你怎么进来的？你把顾少怎么了？你这个疯子，你坏了我们唐家的大事！唐老狗，虎毒尚且不食子，你为了5个亿，连亲生女儿都能卖给一个人渣。你算什么东西？我是他老子，他的命都是我给的，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若薇，你马上给我滚下来，回去给顾少赔罪！你给我听清楚，从今天此刻起，唐若薇跟你们唐家再也没有半点瓜葛。谁要是再敢动他一根头发，我陆燕保证会让整个唐氏家族在深海市彻底灰飞烟灭，连根拔起。陆燕，我没有家了，我彻底没有家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你还有我，从今有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别过来，别碰我，放开我！若薇，乖，把药吃了再睡。唐总，大清早的就打算趁人之危非礼你的救命恩人？你胡说什么？我只是想看看你退烧了没有。没烧，不过你要是再用这种眼神看我，我可能就要发烧了。滚开！我是你们总裁的亲爸，我要见若薇。若薇，你不能见死不救啊！若薇，你救救唐家吧！银行在逼债，顾星河那个王八蛋也落井下石，爸爸快要被逼得跳楼了。看在血浓于水的份上，你借爸爸3个亿周转一下吧。唐老狗，别急着打感情牌，在要钱之前，不如先向你的好女儿解释一下，这份18年前的病历记录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我妈在医院抢救的特效药，是你下令停掉的。你为了迎娶现在的正房太太，为了吞掉我妈带来的嫁妆，你故意买通医生，制造了她病发身亡的假象。不是的，若薇，你听我解释，那都是伪造的。我母亲的命，唐家几10年的屈辱，今天我们彻底清算。陆燕，把这份证据交给警方，我要让他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保安，把这个杀人犯像扔垃圾一样给我轰出去。从今往后，谁敢放唐家的人踏入倾城国际半步，立刻开除。
只要能重新爬上陆燕的床，以他现在的权势，我一样能做回阔太太。燕哥哥救我！你变了，你怎么忍心看着我摔倒？我今天来应聘保洁，就是为了每天都能看你一眼啊！阿燕，我错了，以前都是顾星河逼我的，你原谅我好不好？白梦梦，你是听不懂人话吗？在我倾城国际的地盘上，穿成这副恶心的样子，发什么骚？唐若薇，你嚣张什么？阿笑爱了我3年，你以为你几个臭钱就能买到他的真心吗？他心里还有我。真心？我看你是犯贱！保安，把这个倒胃口的垃圾，连人带这桶脏水，一起给我扔进大门外那个绿色的有害垃圾桶里。放开我！唐总，恭喜恭喜！倾城国际现在可是如日中天啊！左边这个是李董，他老婆刚生了2胎，夸他老当益将。右边那个王总最喜欢打高尔夫，刚在国外买了个庄园。李董，听说嫂子给您添了个大胖小子，您这真是老当益壮，事业家庭双丰收啊！王总，等您国外那个高尔夫庄园建好了，可得邀请我去打2班。陆燕，我头好晕，里面太闷了。陆燕，你看，那是我的公司，我做到了。我唐若梅没有靠任何人，我也能站在深海市的最高处。你做到了，你是最棒的。陆燕，你少拿那些破借口来骗我。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不管遇到多大的绝境，你只要随便动动手指就能翻云覆雨？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唐总，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是谁？你当初拟合同的时候不是查得一清二楚吗？我啊，就是你花3万块钱1个月，包吃包住雇来的破产保安，你的假男友啊！假男友？假男友？我不要什么假男友，我也不要那份见鬼的雇佣合同了。陆燕，你知不知道，其实我好累啊。我每天都要装作坚强的样子，我怕稍微一软弱就会被那群吃人的狼撕碎。可是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什么都不怕。唐若薇，你知道你现在在对谁说这些话吗？你现在收回还来得及，否则……我不收回。陆燕，那份假男友的合同我单方面宣布作废了。现在我要你转正，做我真正的男人。龙少，求龙少大发慈悲，给我做主啊！我顾家在深海市100年基业全毁了。顾星河，
你在深海市好歹也算个呼风唤雨的人物，怎么被人废了双腿，像条死狗一样跑到我京城的地盘来了？真是把圈子里人的脸都丢尽了。龙少，都是青城国际那个贱人唐若薇，还有一个叫陆燕的底层保安干的。那个女人不仅耍手段，吞了东郊7号地皮的100亿项目，还妄图称霸整个深海市的商机。只要您能出手帮我弄死陆燕那个杂碎，给我玩死，我给您当一辈子的狗。青城国际未来几百亿的市场群额，全都是您龙家的囊中之物。几百亿，有意思，真是有意思。一个深海市的地头蛇，竟然长得这么水灵。区一个地方小破公司，也敢当我京城龙家南下的道？通知我们龙家旗下的核心操盘团队，明天股市一开盘，我要让这个什么狗青城国际在深海市的金融版图上彻底出名。喂，早啊。你说什么？京城的顶级资本正在做空我们的股票？挡不住，唐总，根本挡不住！对方入场的资金量太恐怖了，起码是我们的10倍甚至20倍以上，所有的买单在瞬间被砸穿。10个亿的紧急护盘资金刚砸进去，连1秒钟的浪花都没溅起来，就被彻底吞噬了。唐总，对方用的是华尔街最狠辣的断头战算法，这是不给我们留活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各位，情况大家已经在交易大厅看到了，是京城4少之一的龙家联合了不明资本，在对我们进行恶意绞杀。但青城国际是我母亲留下的心血，我们绝不认输，立刻启动最高级别的 S 级应急预案，抛售非核心资产套现护盘。唐总，对不起，那可是京城龙家呀，龙家的背后是庞大到无法想象的财阀联盟，跟他们斗无疑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我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亲，还有老婆孩子要养，我不能把全家人的命搭进去跟着公司一起陪葬。唐总，我辞职。唐总，认清现实吧，深海市再大，在京城龙少那种顶级权贵眼里，青城国际也只是一只随时能捏死的蚂蚁，反抗只会死得更惨。您还是赶紧去申请破产清算吧，再扛下去，不光是公司，我们所有人都要背上这辈子都还不完的巨额债务。对不住了。你们怎么能这样？青城国际在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待你们不薄，年底分红哪一次亏待过你们？现在公司有难，你们就这么冷血无情地抛弃它？陆燕，我输了。京城的资本太庞大，太可怕了，所有人都走光了。青城国际这次是真的彻底完了。别怕，有我在，天塌不下来。就算天真的塌了，我也能单手把它撑回去。几只京城来的阿猫阿狗而已，真以为自己能翻天覆地了？乖，去旁边的沙发上喝杯咖啡，闭上眼睛休息10分钟。接下来血腥战场交给你男人来接管。我当是什么不可战胜的绝世武器，原来是毒牙绞杀算法。这种剑走偏锋、带有严重自毁倾向的高杠杆做空模型，深海市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垃圾土包子，还妄想负隅顽抗。今天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李峰在华尔街进修时学来的神级算法。10分钟内，我要把青城国际的盘口彻底砸穿。李峰，你个不知死活的蠢胎！当年在华尔街的交易大厅里，你连给我端咖啡提鞋都不配，居然敢用我当年随手当垃圾扔掉的废弃算法来恶意做空我老婆的公司，简直是自寻死路。既然你想玩资本游戏，你祖师爷今天就大发慈悲教教你，什么叫真正的资本凌迟。童模验证通过，欢迎归来，天行资本最高指挥官陆先生。
猎杀时刻到了，调集200亿海外游资，绕过国内金融监管风控墙，兵分10路，给我狠狠砸进青城国际的盘口。李总，出事了！有庞大的神秘资金正在入场，100亿，不是200亿！这不可能！深海市怎么可能有这么庞大的现金流？立刻启动毒牙算法，给我把他们压下去！瘫痪了！我们的防御系统被对方植入的反追踪木马彻底瘫痪了！这种行云流水的屠杀式操盘手法，还有这个底层的逻辑代码，不，这绝对不可能！100亿资金，瞬间秒杀京城财阀。陆燕，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你这个骗子，你根本就不是什么保安，你就是那个让我仰望的华尔街之神。废物，全都是废物！我给了你500亿的授权，你居然被一个地方小公司反杀，1天之内让我损失了整整80个亿，你还有脸回来见我？楼上息怒，楼上明鉴啊！对方绝对不是普通人，那个操盘手法是曾经制霸华尔街的顶级神明，我们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华尔街神明，我管他是神是鬼，敢动我龙家的钱，我就要他死无葬身之地。楼上，您别生这么大气。依我看，陆燕那个废物不过是运气好，认识几个海外的黑客朋友，或者动用了某些见不得光的死账。咱们在金融市场上跟他硬碰硬，反而着了他的道，不如直接从线下业务摧毁青城国际。唐若薇把公司所有的底牌都压在了3天后的青城 AI 智能芯片发布会上，只要我们釜底抽薪，把他的核心研发团队全部挖走，他的发布会就会彻底沦为全网的笑柄。好主意，只要能毁了青城国际，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张总工，你这是什么意思？发布会只剩3天了，产品还有最后一道测试没做，你现在带团队走是要毁了青城国际吗？我给你的待遇已经是行业顶高了。唐总，对不住了，良禽择木而栖。京城的顾少和龙少开出了5倍的年薪，并且承诺给我们顾氏集团的技术股份。你这艘破船马上就要沉了，我们可不想跟着你一起淹死。别为了一群毫无底线的垃圾伤神，让他们走。可是发布会怎么办？各大媒体和风投机构都发了邀请函，如果开天窗，青城国际就彻底身败名裂了。相信我，发布会照常举行。既然要玩，我就送顾星辰和龙少一份大礼，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各位观众，青城国际的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据可靠消息，该公司的核心技术团队已于3天前集体离职。今天这场发布会极有可能会成为一场没有产品的闹剧。唐若薇那个贱人死到临头还在这里硬撑，我倒要看看，没有了张总工，他今天拿什么变出个智能芯片来？等他下不来台，就是青城国际破产倒闭的时刻。感谢各位媒体朋友。唐若薇，你就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我是青城国际原首席技术官，我在这里向大家揭露一个骗局：青城国际的核心数据已经被彻底锁死，他们今天根本拿不出任何成型的智能芯片，这就是一场圈钱的金融诈骗。谁说我们没有产品？陆燕，你个只会吃软饭的，装什么大尾巴狼？有种你把研发团队叫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既然顾少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被打脸，那我就成全你。啊！老天爷，那不是硅谷前沿 AI 实验室的创始人、诺贝尔奖提名者威尔逊教授吗？还有他左边那个是全球最顶级的芯片架构之神陆先生，青城3代量子智能芯片已调试完毕，领先目前市场主流技术整整3个时代。
请您指示。涨停了，唐总，天地板大逆转，无数散户和机构在疯狂买入。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500亿，500亿，我整整砸进去了500亿，不仅连个水火都没看到，还被对方反向绞杀，账户全被套牢了。龙少，对方不是人，是怪物，我们的资金链断了。龙少，这绝对是个意外，唐若薇那个贱人肯定是走了狗屎运。意外？老子损失了上百亿的现金流，你跟我说这是意外？把这个只会放屁的废物给我拖下去，打断他的一条胳膊！动用龙家最高级别的地下情报网去查，把那个叫陆燕的保安给我查个底朝天。就算他真的是神，我也要知道他是哪路神仙。龙少查到了，但情况很不妙。说，我们动用了海外最顶级的黑客，试图入侵陆燕的背景自律库，但仅仅触碰到边缘，就被瑞士银行和华尔街的最高风控系统联合反击。这个男人的身份保密级别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SSS 级。什么？他就是3年前一手创立了天行资本，掌控着全球1000亿美金流动命脉的那位幕后真神——华尔街暴君。龙少，天行资本虽然表面上换了壳，但所有的核心资产和隐藏的千亿账户，其实一直都在陆燕个人的名下。他根本没有破产，顾星河那群蠢货以为抢走了一个空壳公司就赢了，是陆燕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让顾家灰飞烟灭。千亿神豪隐忍不发，跑去给一个女人当保安，这个疯子！陆燕没有破产，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千亿神豪，那个动动手腕就能买下半个深海市的华尔街之神。我错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王，我被顾星河骗了，我这几年过得好苦啊！求求你，看在我们过去3年的感情上，带我走吧，我愿意做你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只要你让我留在你身边。过去的3年，只是我买的一个教训，你的戏演得太拙劣了，让我觉得恶心。这位女士精神有些失常，患有严重的妄想症，辛苦你们带回去好好治疗，费用算在我账上。我没疯，我没疯，陆燕，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你的女人啊！唐若薇，你个贱人，你抢了我的千亿资产！走吧，我们去吃饭，别让垃圾坏了心情。陆岩，既然在金融市场上玩不过你，那我就用绝对的权力碾碎你！深海市再怎么发展，也越不过京城的天！喂，王局长老三吗？我是龙家老三。深海是个叫青城国际的企业，涉嫌严重的数据造假和伪用品交易。对，不需要走常规程序，立刻动用你们的特权，把他们的核心仓库和物流中区全部查封。我要他们一块芯片都运不出去。接到实名举报，青城国际涉嫌严重违规，现依法对园区进行全面查封，所有货物扣押，任何人不得擅自移动。领导，这其中肯定有误会。我们的产品经过了所有的国家质检，手续齐全，这批货明天就要交付给海外客户。如果延误，公司将面临上百亿的违约金和信誉破产啊！少废话，我们只管执行命令，有什么委屈，等调查结果出来了，你去京城申诉吧，统统封掉。
鲜血不能放。唐总晕倒了，快叫救护车！陆先生，唐小姐是长期过度劳累加上突发的急火攻心导致的心源性休克，必须静养，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了。知道了，出去吧。启动最高级别裁决程序，传我指令，通知京城4大顶级门阀的掌权人，既然龙家活腻了，敢动我的女人，那就让整个京城龙家从今夜起灰飞烟灭。深海市那个青城国际，现在已经被我死死捏在手心里了。官方封条一贴，神仙难救。等唐若薇那个女人走投无路，自然会乖乖洗干净，在床上等我。陆燕，你这只深海市的阴沟老鼠，居然敢一个人跑到京城来送死！来人，把他的4肢给我打断，扔出去喂狗！你别过来！爸，快叫警卫营的人开枪打他！你到底是谁？你这废物儿子在华尔街惹了不该惹的人，你还不清楚状况，否则龙家今晚就得死。爸，你别听他忽悠，他就是个保安。畜生！你这惹是生非的畜生！你想害死全家吗？给我跪下！陆先生息怒，是我教子无方，我马上打电话解封青城国际的仓库，求您高抬贵手，放龙家一条生路。唐总，奇迹啊！就在昨晚半夜，官方突然撤销了所有的查封令，咱们物流园区的几百辆货车全部放行了，而且京城那边传来消息，龙家柱主动退出了南方市场，龙少被打断了腿，禁足了。怎么会突然解封？是谁帮了我们？我听小道消息说，燕哥昨晚连夜飞了趟京城，单枪匹马闯了龙家庄园，把龙家家主都给逼得下跪了。唐总，燕哥为了您连命都不要了。陆燕，你个傻瓜！火太大了，盐放多了还是糖放多了？不管了，都加一点。你回来了，快洗手吃饭。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下厨，专门为了感谢你昨晚去京城，快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好吃吗？好吃，好吃到让人想哭。老板亲手做的饭，我一定全部吃完。你是不是傻？那么难吃，你为什么全吃光了？吃出胃板侧怎么办？因为这是你做给我的，就算里面放了毒药，我也甘之如饴。这里是300万现金，我要你今天晚上就动手，在青城国际的地下车库开那辆套牌的泥头车，给我把唐若薇那个贱人撞成一滩烂泥。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顾少放心，保证撞得连亲妈都认不出来。陆燕，我下班啦，你在家里等我。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陆夜，你流血了，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病人需要休息，观察1晚没大碍就可以出院了。老板，哭什么？我这命硬得很，阎王爷嫌我太麻烦不肯收，只是额头破个相，以后还得靠你这张脸撑门面。怎么，觉得我这个保镖太危险，打算解除雇佣关系，让我卷铺盖走人？陆燕，从现在起，你不是我雇来的假男友了。可你只是一直对外称自己是破产保安，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陆燕，我不准你再为了我受这种伤，我不当你的老板了，我要当你的女人。青城国际现在如日中天，我有的是钱，以后我养你。你以后不许再去冒险，我要雇深海市最顶尖的保镖团队守着你，你就安安稳稳待在我身边，谁也别想再伤害你一根头发。唐总，你要养我，我的开销可是惊人的大。我有钱，就算青城国际赔光了，我卖掉股份也养得起你。好，那陆某这辈子就全靠唐总照付了。你要的东西是禁忌，一旦运行，整个深海市的金融网络都会察觉到。唐总，完了，全完了！我们的核心服务器被植入了一种未知的暴力格式化病毒，它在不断改写我们的底层建构，所有的量子芯片研发数据、专利图纸正在被大面积磨蠢。你说什么？备份呢？物理隔离的备份呢？对方用了物理回路短路法，连备份硬盘也一起被锁死了。这种病毒带有自我演化机制，我们所有的解密手段都像是在自杀，只要一触碰，数据删除的速度就会翻倍。吴姐，这是暗网最高级别的逻辑锁，它在逻辑链条上打了几万个死结，除非我们能在1小时内算尽所有的排列组合，否则只能眼睁睁看着它清零。陆燕，顾星河要毁了公司。别哭，有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动你的东西。陆先生，我知道你有点身手，但这属于顶尖的网络安全领域，这种死神逻辑锁是国际级的灾难，不是靠一腔热血就能解决的。你乱动键盘，只会让数据提前自毁。闭嘴！在我面前，没有人敢自称专家。全都退后，让陆燕来。这种利用内存透空制造的逻辑陷阱，是我5年前在华尔街随手写的上我防火墙测试题。顾星痕，你找的这个黑客，看来只学到了我的皮毛。这怎么可能？他在用手写形边羽芒直接对撞病毒内核，他不需要便利器吗？他在反向改写病毒的遗传代码。快看，数据删除停住了，倒计时停在了0015.03。老天，他竟然在3分钟内重构了整个公司的文件系统。他从不是谁的附属品，他是真正的能左右这个世界规则的神。好了，数据不仅回来了，我还顺便帮你们做了系统优化，以后这种层级的垃圾进不了你的门。陆燕，你真是我的守护神。顾星河在那儿，他不仅想毁了你的公司，还想在那儿等船偷渡。他害了你，害了公司，这次我绝不放过他。不，你留在公司签合同，
这种脏活不适合女孩子。3个小时内，我会让她跪在你面前认错。船呢？说好的2点钟准时接头，船在哪里？顾少，风浪太大，再等等。顾星河，深海市只有这么大，你以为你能逃到哪儿去？别过来，陆燕，你这个魔鬼！你毁了我的一切，顾家没了，我的腿没了，现在你连一条生路都不给我！毁掉你的人不是我，是你心底那点可悲的贪婪。当初你陷害我，抢走天行资本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一天。顾星河，放下武器！你涉嫌买凶杀人，破坏商业数据安全，现在已经被正式批捕。近日，青城国际成功化解重大的技术危机，其研发的量子芯片获得国际认可，估值突破1000亿。哈哈，那是我的，天行资本是我的。顾星河因精神极度崩溃导致彻底失常，经法院审理，由数罪并罚，被判处终身监禁，将在精神病院病房度过余生。唐总，事情太反常了。我们原本计划进军欧洲市场的3个核心代理商，竟然在同一时间全部发来解约函。他们给出的理由很荒谬，说我们的量子芯片存在地缘安全隐患，需要无限期延长审核。无限期？这分明是恶意封杀。这些代理商背后都有大财团支撑，如果是商业竞争，不至于做得这么绝。这不是商业竞争，这是在清场。深海市的小鱼小虾清理干净了，现在是深海里的鲨鱼坐不住了。赵总，顾星河那个蠢货已经在深海市落网了。我们的眼线回报，那个叫陆燕的男人确实在帮唐若薇，他已经动用了部分海外2级权限。如果我们不尽快处理，他很可能会顺藤摸瓜找回主账户的密效。顾星河只是个探路师，死了就死了。陆燕最致命的弱点，他总以为自己能掌控全局。既然他想带着青城国际艘小破船出海，那我就在公海上把他们彻底击沉。通知欧洲那边的克鲁兹的几个老朋友，我要让唐若薇在这次国际电信展上一无所获。我要让他在最辉煌的时候，感受到从云端坠入田园的绝望。陆燕，虽然阻力很大，但海外市场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如果我们的芯片不能走出去，前期投入的几百亿研发费用就会打水漂。那就去，有些仗坐在家里是打不赢的，必须要去他们的老巢，把他们的傲慢踩碎。可赵薇那个人我听你说过，他心狠手辣，在海外根深蒂固。你现在的身份还是失踪状态，一旦出现在华尔街会很危险。危险？若薇，你记住了，在华尔街真正该感到恐惧的人永远不会是我。准备好了吗，陆助理？为您效劳，我的总裁大人。现在的亚洲人真是越来越自不量力了，拿一块在实验室里折腾出来的破铜烂铁，就敢妄称是改变世界的量子芯片。卡尔先生，如果我没记错，克鲁斯财团上个季度的服务器芯片故障率高达3%。这种技术水准的人在这里谈论量子芯片，确实有些令人意外。你算什么东西？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背后的财团正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克鲁斯财团目前欠天行资本3亿美金的短期贷款，只要我动动手指，这笔贷款就会从延期变成立即收回。卡尔先生，你猜你的老板会为了你的一句口舌之风，还是为了那3亿美金，把你这个废物扔进塞纳河？陆燕，你刚才到底给他看了什么？那个自大的老狐狸居然被吓得差点尿裤子。只是一些枯燥的银行坏账数据。走吧，真正的狐狸都在华尔街等着我们呢。这一趟，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助理。听说今天有一家来自东方的小作坊想在我们的华尔街融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小姐，这里的门槛比你的高跟鞋还要高。
我们只和天行资本这种级别的巨头合作。至于你们那个连听都没听过的倾城国际，我看还是去唐人街卖盘子比较合适。10分钟，皮埃尔酒店带上你们最好的合作意向书。如果迟到1秒，天行资本未来的所有承销份额，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拿到。你听到了吗？这个助理竟然在指挥天行资本的合作商！小子，你是电影看多了吗？你以为你是谁？陆先生，您回纽约了，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们？属下救驾来迟，请您责罚。摩根先生，高盛主席，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只是个助理。闭上你的臭嘴！助理，这位是天行资本真正的创始人，是当年一手制定华尔街规则的暴君。今日井底之蛙，竟然敢对陆先生不敬！唐小姐，这是我们摩根财团针对倾城量子芯片的1000亿美金全球独家代理意向书，条件您随便提，只要能让我们入股，我们愿意为您扫平海外所有的竞争对手。若薇，别愣着，作为总裁，现在该你挑选他们了。摩根、高盛、黑石，这些让全球金融界闻风丧胆的名字，在你面前卑微的像个见习生。陆燕，我现在该叫你陆助理，还是叫你天行资本的缔造者，那个主宰华尔街的暴君？那些名字只是过去，若薇，我更喜欢你叫我陆燕，或者是你名义上的假男友。3年前，天行资本遭遇内部叛变，创始人失踪，没想到那个神话竟然就在我身边，给我当了半年保安。那场叛变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隐姓埋名回深海市，本来是想安静的拿回属于我的一切，直到遇见了你。陆燕，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们是2个世界的人而感到自卑，但现在，既然我男人是这片海域最强的鲨鱼，我作为他的女人，绝不能只做一条依附的小鱼。倾城国际不仅要拿到合作意向，我们要的是重组整个欧洲和北美的量子芯片供应链。摩根财团的注资只是开始，3天内我会让倾城国际的名字出现在华尔街每一块大屏幕上。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成长得真快。陆燕，你果然忍不住了。为了这个女人，你竟然不惜动用尘封已久的私人特权号。既然你主动浮出水面，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赵总，那些金融巨头都去拍唐若薇的马屁了，我们该怎么办？巨头们只看利益，只要陆燕变成一个没有钱的死人，那些代理合议就是废纸一张。通知下去，启动全球绞杀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去见谁？去见一个老朋友，也是时候拿回真正的权杖了。陆总，出大事了！赵薇那家伙联合了美联储的3家结算银行，以涉嫌非法洗钱和国家安全为名，对您所有的私人离岸账户发起了联合制裁。不愧是赵薇，动手还是这么快。他知道我在华尔街靠的是私人账户的信用，只要钱动不了，我就没办法给摩根他们下达最终指令。这是要把你彻底变回那个身无分文的保安？赵薇这是要断了我们的后路。如果你的资金动不了，倾城国际的海外扩张也会受阻。摩根那些人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签的意向书，一旦消息传出去，他们会立刻倒戈。各位，我想你们已经收到了风声，陆燕的账户已经被全球监管机构锁定。一个没有资金调动权的神话还有什么价值？只要你们转而支持我，天行资本未来3年的利润，我可以再让利5个点。陆总，对方正在进行暴力停仓，他们在疯狂攻击我们的保证金账户。如果10分钟内不能解冻至少10亿美金入场，我们在伦敦和东京的仓位就会被强制引爆。小五，启动影子计划，用我3年前留下的那个暗网协议，把账户权限强行下放到倾城国际的子账号。若薇，我现在要把我手里最后的火种转入你的个人账户，这可能会让你瞬间成为全球资本攻击的目标，你敢接吗？我刚才说了，我绝不掉队。既然你现在被冰封，把你的命交给我，我带你杀回去。各位，听到了吗？那个叫陆燕的保安在海外惹了大麻烦，他的1000亿资产全被冻结了，现在就是个活死人。
而唐若薇那个贱人现在正困在纽约回不来。青城国际现在如日中天，手里攒着东郊那块地和量子芯片的专利。如果趁现在他们群龙无首，我们联合起来发难。我已经联系了唐家的老部下，今天下午我们就去青城国际开董事会，罢免唐若薇，瓜分资产。唐总，您什么时候回来？唐子轩带了一群债主在楼下堵门，说要查账。让他们查，记住，在我不准许之前，任何资产转移协议都不准签。10分钟后，我会开启远程会议。唐若薇呢？让他滚出来！公司欠我们唐家的债，今天必须用量子芯片的专利来抵扣。如果不签，我们今天就砸了这个地方。唐子轩，我才走了几天，你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当小丑了？唐若薇，少装算了，谁不知道陆燕已经垮台了？你们在海外就是丧家之犬，识相的赶紧把公章交出来，否则什么？唐子轩，3秒钟内，如果你不从那个座位上滚开，我保证你名下那最后2家皮包公司会在5分钟内彻底消失。吹牛吧你！你账户都冻结了，你拿什么搞我？什么？法院查封？怎么可能这么快？告诉深海市所有人，我唐若薇的东西，就算陆燕1分钱都没有了，你们也动不起。散会。唐总，现在外面都在传陆燕是个被国际刑警盯着的重犯，他的资产全是死钱，咱们青城国际不能被一个保安拖下水。我提议立刻解除陆燕在公司的一切职务，冻结他的所有开支。王副总，我记得你去年家里出事，是陆燕动用私人关系帮你平的债，现在看他有难，你第一个跳出来捅刀子，那是两码事儿。我是为了公司。够了，财务总监，立刻结算王副总在座这3位的薪资，按照合同最高倍率赔偿，然后滚出青城国际。我这里不需要只会看风向的墙头草。唐总，据传陆燕先生的千亿资产已被永久冻结，青城国际是否会陷入财务危机？您是否会选择与陆先生分手，以保全公司？第一，陆燕不仅是我的助理，更是我唐若薇认定的男人。第二，即便陆燕真的破产，即便他从今往后一无所有，我青城国际也会替他扛下所有的债务与风暴。天哪，我的男人我来养，青城国际的所有收益将无限期优一线偿还陆燕名下的任何担保。只要我唐若薇还有一口气在，就没人能让他陆燕受半分委屈。陆总，唐总这招太狠了，他这是在用整个青城国际的信付您做背书啊！现在华尔街那些老狐狸都在重新评估您的价值了。他总说要跟上我的脚步，其实他早就走在我前面了。唐总，您真的考虑清楚了吗？这份合同一旦签署，您名下青城国际的所有股权，甚至包括那几处不动产，都将归属抵押公司。如果陆先生在海外操作失败，您将背负巨额债务，甚至可能面临破产。唐总，那是您3年的心血呀！为了一个现在身份不明、资金被锁死的人，值得吗？在你们眼里，他是一个破产的保安，但在我眼里，他是能在暴雨中替我撑起整片天的男人。钱没了可以再赚，但他若是输了，这世上就再没人能让我唐若薇心甘情愿的低头。唐总，这套小公寓虽然地段还行，但总价也就200多万。对您这种身份的人来说，这点钱进股市连个浪花都翻不起来。200万也是钱，更何况这是我最后的一家底了。2亿美金，虽然和你的千亿身家比起来只是毛毛雨，但这可是本总裁全部的嫁妆。你要是敢亏光了回来，就等着给我洗一辈子袜子吧。若薇，我看到你把那套小公寓也抵押了，那可是我们唯一的家。家在心里，房子只是个载体。陆燕，他们都说你已经垮了，但我偏不信。去吧，让华尔街那群老狐狸看看我唐若薇选中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神。小五，赵薇现在的仓位重心在哪儿？他以为您死定了，把所有的流动性都压在了伦敦金的空单上，正准备在收盘前最后一次收过我们的保证金。2亿美金确实不够救市，但用来点燃这个火药坛绰绰有余。赵薇，既然你想玩命，我就陪你玩个大的。2亿美金，陆燕是不是在深海市待傻了？竟然以为靠一个女人的私房钱就能撬动100亿级别的绞杀战。赵总英明，只要伦敦金再跌5个点，
陆燕在海外最后的几个影子账户就会因为保证金不足而强制平仓，到时候他就是个连流浪汉都不如的死囚。陆总，还有5分钟收盘，赵薇又砸了50亿美金进压盘，我们要爆仓了。就是现在，不要护盘，把所有的2亿美金全部集结，跳过一级市场，直接切入衍生品期货，500倍杠杆，全仓做多。500倍，陆总，只要金价回撤1个点，这2亿美金瞬间就会化为乌有，那是唐总的所有家当啊。赵薇太贪了，他为了彻底锁死我，把所有的流动资金都压在了卖淫。买单！疯狂的买单！是谁在最后时刻反向做多？500倍杠杆，撤掉空单，这是诱空陷阱！我们的风头长尾被锁死了，停不掉！怎么可能？2亿美金怎么可能撬动这么大的盘口？快把所有的备用金全部砸进去，给我压死他！赵总来不及了，现在市场上根本没有卖单，我们的空单爆了，爆仓提醒已经发给监管词了，我们输了。陆总，你做到了，你用2亿美金强行打穿了赵薇1000亿的围猎场。陆助理，我刚才是不是差点变成穷光蛋了？若薇，你的小公寓我赢回来了。不仅如此，我还在曼哈顿给你买下了一整条街。陆总，我们是被赵薇那个混蛋威逼利诱的，求您看在往日的情分上，饶我们一命。情分？当你们联手锁死我保证金账户的时候，可曾想过情分？小武，陆总，现在您拥有天行资本100%的控管权。天行资本不需要废物，更不需要墙头草。小武，联系猎头公司，今天之内我要看到全新的董事会名单。至于这些人，带走交给法务部，该怎么赔偿，1分钱都别少。赵薇倒了，若薇，那些属于我们的东西，我该亲手拿回来了。陆先生，不，陆总，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唐总和您的家，我当时也是按规矩办事儿。这套小公寓原本抵押金是200万，对吧？是的，其实还没到结款期。2个亿，这套房子我买回来，5分钟内我要在房管局的系统里看到房主变更。陆燕，你疯了！2亿买回这套破房子，你现在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确实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比起你孤独一注救我的那份心，2亿连1/1000都抵不上。若薇，这是我给你的第1份聘礼，这套房子不再是抵押品，它永远是你的避风港，哪怕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这里也没人能赶你走。赵薇先生，您现在涉嫌特大跨国经济诈骗和职务侵占罪，请跟我们走一趟。你们在胡说什么？我是天行资本的 CEO， 我有外交掩蔽申请权。CEO， 赵薇，你是不是忘了，天行资本的董事会已经在3小时前全票通过了对你的罢免案，现在的你只是一个潜逃未遂的刑事犯罪嫌疑人。陆燕，你不能这么对我！天行资本是我陪你一拳一脚打下来的，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要送我去坐牢！陆燕，你赢了这一回又怎么样？天行资本的账目被我做烂了，你拿回去的只是个烂摊子。你以为你偷走了账户密钥就赢了？赵薇，你偷走的是钱，但我脑子里关于华尔街的规矩，关于市场的直觉，你这辈子都偷不走。我原本给了你10%的干股作为奖励，只要你老老实实，这辈子会有花不完的钱。但你太贪了，贪到想动我的人，在监狱里慢慢忏悔吧，赵总。陆助理，叛徒肃清了，接下来是不是该干点正事了？正事，比如什么时候正式入职我家的户口本？想得美！青城国际现在还没进世界500强呢。如大家所见，青城3代量子芯片的运算速率比目前主流产品快了整整200%。
且能耗极低。不可思议，唐小姐，我之前一直听信流言，以为你们只是实验室产品，没想到实测数据如此惊艳。我想我们可以谈谈明年的采购合同了。放消息出去，天行资本将为所有采购青城芯片的企业提供5年的免息信贷额度。好。曾经那个被唐家弃如敝履的私生女，此刻成了全球半导体行业的破局者。在人群后的陆燕，此刻默默地为唐若薇收起那支已经签完名的钢笔，像一个最忠诚的骑士，守护着他的女王。真没想到，最后敲猪的人竟然是唐总。这是他应得的，他救了我一次，我送他一个时代。陆燕，我们赢了！这只是开始。若薇，你的帝国，我会陪你一块砖一块砖的建到最高处。陆燕作为助理深藏功名，却用千亿江山为爱人筑起了一座云端上的王座。唐总，奖励你的，坚持完最后20分钟。关于5%的让利，我拒绝。现在的青城国际已经不是在寻求合作，而是在给各位分发进入新时代的船票，签还是不签？给各位30秒时间考虑。唐小姐，在德国拒绝合作伙伴的敬酒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这杯酒你一定要干。我的老板酒精过敏，为了不影响接下来的1000亿级签约，这杯酒我替他。陆助理，现在满世界财经媒体都在找那个失踪的天行资本掌权人，你却在这里给我拎包、挡酒、买辣条。那些虚名哪有唐总身边的位置值钱？说真的，1000亿巨头给我当助理，我得发多少工资才够？我怕把整个青城国际赔给你都不够付时薪。陆某这辈子算是折在你手里了，工资唐总看着给1辈子就行，不准离职，不准退休。若薇，你看那里，3年前我就是在那间办公室里签下了我的第1份破产协议。那天晚上的落日和今天一模一样，但我当时觉得那是全世界最讽刺的色彩。我刚到纽约的那年，没钱租公寓，我就在这个仓库里给黑市拳赛当擦地工，每天干16个小时，只为了能在角落的那个行军床上睡一觉。有一次，我因为拒绝帮那些大佬洗黑钱，被5个保镖堵在这条巷子里，肋骨断了3根，血流进排水沟里。我就是在那一晚发誓要让曼哈顿所有的楼顶都刻上我的名字。3年前赵薇叛变，我不仅输掉了1000亿资金，更输掉了所有的人脉。摩根和高盛的老家伙们在那一刻恨不得亲手把我推进河里。华尔街没有温情，只有吃人的利益。以前我觉得只要我足够强大，我就不需要任何人的陪伴，孤独是强者的宿命。陆燕，你给我听好，以前这里是你一个人的修罗场，你流血、流汗还是流泪，都只能自己咽下去。但从今往后，不管是在曼哈顿还是深海市，只要有我唐若薇在的地方，你就不是一个人。以前的路我没赶上，我无比遗憾。但以后的路，哪怕你再输100次，哪怕你又变回那个连杯咖啡都买不起的穷保镖，我也陪你从头再来。你的背后永远有我这个雇主撑着，天塌了我也帮你顶着。
竟然真的把他带到了纽约。这枚硬币见证了我最狼狈的瞬间。在深海市的时候，我把它当成复仇的动力；在华尔街杀回去的时候，我把它当成警钟。赵薇以为钱能买断一切人性，但我在这场千亿级别的博弈里，学到最珍贵的东西，其实是你。若薇，这枚硬币的任务完成了。从今天起，我不带它了，因为我不需要提醒自己仇恨，我只需要提醒自己爱你。陆先生，作为全球公认的最强精算师，你觉得假扮情侣这笔为期半年的投资？这笔账我反反复复算了很久，虽然起始杠杆极高，中间几度面临清盘爆康的危险，甚至差点让我赔上性命，但最终的收益让我赢回了整个宇宙。既然赚了这么多，陆助理，合同马上到期了，你打算怎么？不续约了。唐若薇，这辈子你都别想在我的生命里离职。陆助理，通告全网，倾城国际正式进入上市静默期。3日后，我要在这座城市的敲钟仪式上，送给那些看中一个惊喜。遵命，唐总。唐总，长城商会的人送来了这封邀请函，他们点名要邀请您参加明晚在九龙楼举办的闭门茶话会。长城商会，那个号称绅士地下财阀圈的老顽固组织。是的，他们的人说是任何想要敲响那口金钟的企业，都必须先拿到长城商会的通行证。一群自诩为规则制定者的秃鹫。你对他们很熟？所谓的邀请加入，其实就是想趁你上市前进行最后一轮掠夺。按他们的规矩，新入会的公司必须交出至少20%的原始股。我辛辛苦苦从华尔街打回来的江山，凭什么分给这群坐地起价的老狐狸？所以明晚这顿饭我陪你去，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陆燕的老婆手里抢肉吃。周老，唐若薇那丫头回国了，这次她在海外斩获颇丰，如果不压一压她的气焰，以后深海市的商界怕是没人再听咱们的规矩了。明天告诉他，想要上市顺利，就得按长城商委会的法子来。他如果不肯弯腰，那就让他的股票在开盘那天变成一堆没人要的废纸。陆燕，如果明天谈崩了，长城商会联合本土渠道封杀我们，倾城国际的终端铺设会受到毁灭性打击。若薇，在这个世界上，最稳固的防线往往也是最腐朽的。长城再高，如果地基烂了，也就一脚的事。安心去睡，明晚你是女王，我是你的剑。唐小姐，听说你在华尔街闯出了不小的渺名，但在深海市，在这片土地上讲究的是被城商会要入股倾城国际，且占有董事会2个席位，这是商会的规矩。周会长，时代变了，现在的科技市场不讲投名状，讲的是硬实力。这份合约我拒绝。放肆！唐若薇，你以为你是谁？没有我们长城商会的点头，你那芯片就是一块废铁。唐小姐，你带个只会瞪眼睛的小保镖来是没用的。在这里，权力和资本才是硬通货。靠着强行兼并和偷税漏税维持了20年的长城商会，也配跟我谈规矩？周老先生，这里面是你们商会过去6年里通过离岸公司洗钱、虚报营收的全部铁证。你到底是谁？这可是最高级别的内幕，你怎么可能拿到？时代确实变了，长城倒塌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内部的腐烂。现在规矩由我老婆来定。若薇，我们走。至于这些资料，
3分钟后会出现在税务局和监察组的邮箱里。诸位，青城国际想靠量子芯片掀桌子，那是砸大家的饭碗。我已经联系了市里所有的仓储中心，从今天起，只要是青城国际的货，1寸地都不能给他们腾起来。王总犹豫什么？难道你也要背叛商会，去舔那个私生女吗？唐小姐，你来的正好，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深海市商会已经对青城国际插足了全面封杀令。你的货出不了仓库，进不了基站，你那些所谓的千亿订单，统统都会变成废纸。周老，我原本想给长城商会留最后一点体面，但你似乎忘了，这个时代，资本的流向从不看辈分。周老，你看清楚了，你口中所谓的盟友，其实早在3小时前就已经把手里超过半数的股份转让给了天行资本。王总负责的物流中心，3年前因为资金链断裂，是天行资本注资才活下来的。李总的港口转运站，昨天下午就已经被我们全资收购了。不，这不可能！天行资本不是在海外吗？你怎么可能？你所谓的长城，其实地基早就被我掏空了。周会长，你老了。在这个市场上，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精准的布局，规矩永远是由赢家制定的。长城商会因为涉及多项不正当竞争与财务造诈，今天起正式启动重组。周老德行有亏，不配再执掌商会。我们提议由青城国际唐若薇总裁担任新一任商会主席。恭迎唐主席。若薇，我说过，只要你往前走，整个世界都会为你让路。原本我该住在大平层里的，原本这些垃圾该是燕窝鱼翅的。快看！那个唐若薇简直是神了，竟然真的成了商会主席，那是深海市商界100年来第一位女主席吧？听说她身边的那个特助才是真大佬，天行资本的幕后老板，这2人简直是天作之合。那个男人，那个给唐若薇披衣服的男人，曾经是我的。他曾经为了给我买一个包，连熬了3个大夜操盘。那是我的。陆言，你回头看看我，我是梦梦，我是你最爱的梦梦啊！唐若薇，你这个贱人，是你抢走了我的位置。陆言，双腿粉碎性骨折，脊髓受损，这辈子怕是站不起来了。阿燕，再给我买那个包。真惨啊，到死都还在做梦。倒计时，3、2、1，请唐若薇女士敲响开市金钟。千亿，那是我的女儿，那是我的青城国际。我当初是瞎了眼了，我为什么要相信顾星河那个畜生？为什么要卖掉自己的女儿？若薇，看到你成功，爸爸在电视机前流泪了。以前是爸爸糊涂，是爸爸被那些坏人蒙蔽了双眼。爸爸现在住的地方漏雨，身体也不行了，只要再看你一眼就知足了。不熟。陆助理，外面的酒会还没结束，我们该出场了。做得好，唐主席。那些垃圾不配脏了你的眼。
这家伙连个电话都不接，又搞什么神秘？小五，陆燕去哪儿了？天行资本那边有急事，还是赵薇的余孽又不安分了？唐总，陆总3天前就给我放假了，说他要处理一件关乎余生的大事，让我不要跟着。他也没跟您说。难道他觉得倾城国际已经上市，他的假男友任务圆满完成，所以选择不告而别了？陆燕，你最好是有正事。如果你敢骗我，敢就这么溜下我，我一定会动用整个商会的力量把你抓回来。陆总，全球最顶级的空运玫瑰已经到港了，整座城市的霓虹灯信号，今晚8点，您要的震撼会准时降临。这3天让他受委屈了，不过为了给他一个交代，这一切都值得。陆燕，是你吗？你死哪儿去了？唐老板，怎么哭了？难道是怕我卷走你的3万块月薪跑路了？陆燕，你玩失踪很有趣吗？你知不知道这3天我怎么过的？我以为你又要像3年前那样，一声不吭就从这个世界上蒸发了。若薇，这套衣服是你亲手帮我挑的，你说过，穿上它，我就是全深海市最帅的男人。那天起我就发誓，如果有一天我要向你坦白余生，我一定要穿着它。若薇，3个月前，我在这座城市的雨夜里跌入深渊，是你把我捡了回去。那时候，我一无所有，而你是高高在上的女王。那时候我没敢告诉你，其实在被你抛倒的那一刻，我就决定要赖在你身边一辈子。这枚钻戒，我准备了3年，现在，它终于等到了它的主人。唐总，3个月的试用期已经过了。当初你甩给我一份月薪3万的假扮男手雇佣合同，规定我不准对你有非分之想，不准干涉你的生活，还要随时为你挡枪。怎么，陆助理，现在翅膀硬了，打算单方面毁约，向我讨要违约金了？不，我是来续约的。那份3万块钱的合同到期了，现在我想用整个天行资产作为聘礼，向唐蒂斯申请一份新的合同。这份合同没有薪水，没有期限，它的内容只有一项：我要你对我行使绝对的占有权。我要续宪一份名为余生的无期徒刑，剥夺我所有的自由，把我永久监禁在你的身边。不知唐总批不批？陆燕，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剥夺天行资本重视人的自由，除了我。这份合同我批了，不准减刑，不准假胜，我要你用一辈子来偿还这3万块钱的雇佣债。谢了，老婆。让你假扮男友，你竟然想当我的 boss？ 没关系，既然天行资本是聘礼，那我就勉为其难，带你躺赢这1000亿帝国。
陆燕，这是什么？若薇，这不是请柬，这是圣罗兰家族下达的收回令。圣罗兰，那个掌控全球30%能源和金融命脉的古老财阀。陆燕，你到底隐瞒了什么？我从未想过要回到那个肮脏的地方。我是陆天行的私生子，也是被圣多兰家族放逐的影子继承人。我手里最初的天行资本，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暂时寄存在我这里的家族资产。陆燕少爷，教父有令，鉴于你擅自利用家族原始资本扶持一个地方小企业，现在正式启动资金收回程序。倾城集团所有的海外账户将被全数封锁。唐总，不好了，我们刚刚到账的几十亿海外订单款项被国际银行强行划走，所有的合作方同时发来律师函，声称我们要接受全球合规性调查。唐小姐，这就是所谓的现实。陆燕给你的千亿帝国，圣洛林家族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让它变成一片废墟。若薇，对不起，我本想保护你一辈子，却还是把你卷进了陆家的漩涡。陆燕，当初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敢牵你；现在就算倾城国际倒了，我依然敢陪你杀回去。既然圣罗兰觉得我们是蝼蚁，那我们就让他们看看蝼蚁是如何掀翻整座长城的。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圣罗兰财团远东区的首席执行官，也是陆燕，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名正言顺的弟弟陆凡。唐小姐，恭喜你悄悄上市。不过，圣罗兰实验室正式起诉倾城国际，你们所谓的量子芯片底层逻辑涉嫌剽窃我家族的核心技术。从现在起，你们的所有生产线必须停工接受调查。长得确实分外动人。难怪我哥宁愿放弃继承权，也要在深海市当个保镖。可惜美貌在资本的绞杀面前一文不值。唐若薇，你不过是陆燕逃避家族责任的玩物。当这片江山崩塌，你猜他还会不会护着你？洛凡先生，首先，圣洛兰的规矩再大，也管不到深海市的法律。其次，你说我是玩物？倾城国际所有的海外扩张计划，在5分钟前已经正式转为潜龙猎杀行动。陆助理，通知我们的并购团队，立刻启动对圣罗兰远中区3家控股子公司的反向收购。反向收购？唐若薇，你的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你拿什么买？拿你那3万块钱的合同吗？洛凡，你以为冻结了我的离岸账户，我就真的变成穷包蛋了？这些年你挪用公款填补赌债的证据，我已经发给老头子了。3日之内，圣罗兰远东区的执行官会换人。陆岩，你敢出卖家族？是你先动了我的人，滚出去！陆助理，这笔反向收购的奖金，你想要多少？只要唐总这一辈子不准我辞职。陆燕，这枚吊坠我妈临终前让我千万收好，说它是保命的底牌。这不可能！唐总，这枚吊坠表面的物理教课纹路竟然与我们量子芯片里最核心的逻辑灯缩算法完全重合。这不仅仅是巧合，这枚吊坠它本身就是一个模拟逻辑发生器，它补全了我们技术里一直无法跨越的那个算力黑洞。若薇，调查结果出来了，你母亲苏清瑶25年前的真正身份是圣楼兰家族首席芯片架构师，代号瑶池。他是陆家实验室的灵魂人物，也是当年唯一一个掌握着芯片终极代码的人。你是说，我妈当年是为了防止这项技术被陆家变成金融掠夺的武器，才带着技术原型逃到深海市，改名换姓嫁给了唐家那个草包父亲？原来我这些年的努力，不过是在走我妈未走完的路。陆燕，当初你在雨燕遇见我，真的只是偶然吗？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的身世？若薇，我承认，当我看到那个明明绝望到极点却还要撕碎联姻协议的女孩时，我的心就已经不再受理性控制了。既然陆家觉得这代码是他们的私产，我要让他们明白，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母亲的守护，是资本永远无法买断的。既然老婆要掀翻圣罗兰的熬作，那我这个助理也该去联络一下那些被陆家压迫了数十年的幽灵财团了。
唐总，完了，他们不是远程黑客攻击，是买通了内部人员，直接进行了物理层面的毁灭。3代芯片的原始代码正在被物理抹除。陆凡，你连陆家不得自残家产的铁律都敢破，看来你是真的疯了。唐若薇，这就是你一意孤行的后果。你招惹了圣罗兰家族，现在全球3大投行联合做空我们，1天时间，市值的40%已经没了。陆家是个祸害，我们要立刻罢免唐若薇，向陆家投降。各位叔伯别急着吵，唐小姐，现在的青城国际就像一个漏水的铁桶，而我手里握着全深海市唯一的塞子，跪下来求我，或许我能给你们留几块吃饭的碎钱。陆总，万万不可！那是诸神黄昏协议，一旦激活，您虽然能瞬间调动全球暗网所有的匿名投资，强行拉升股价，但那是陆家的禁忌。启动之后，您会被圣罗兰家族永久剥夺继承权，更会被全球财阀视为背叛者，下达终生通缉令。为了保住一个公司，这代价太沉重了。青城国际是他的全部，陆家想要我的命，给他们便是。只要他能在这深海城站稳。陆燕，停手！若薇，再不行动，你的公司就彻底崩了。我不要你的命，也不要你为了我变成一个被全世界追杀的孤魂野鬼。如果你不在了，这1000亿资产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堆冰冷的数字。陆燕，既然圣罗兰觉得我们是蝼蚁，那我就让他们看看蝼蚁是如何掀翻整座大山的。这次换我来守护你，我们一起坠入深渊，然后再亲手爬回顶峰。看到没？这就是我那个自命清高的哥哥选的女人。我还以为她有什么底牌，结果竟然在市场上大肆抛售自己的核心股份。她是被吓破胆了吗？少爷，唐若薇刚才又通过大龙交易平台抛出了5%的股份，现在她的持股比例已经降到了警戒线，我们要不要现在全部收回来？收，当然要收，有多少收多少，加大杠杆，把我们在南方的所有现金流都调过来。我要在收盘前让青城国际彻底改姓陆。各位老板，他为了吃掉我抛出的豆儿，已经挪用了圣罗兰远中区3家子公司的准备金，现在他后方空虚。唐总，您真的确定他会把最后的1亿美金都投进股市？贪婪是圣罗兰家族的基因，陆凡太想在我面前证明他比陆燕强了。当他看到胜利就在眼前时，他会把命都押上去。各位听我指令，3、2、1，抛售！快了，还差最后2%，只要再吃进这一笔，我就……少爷，不对劲！市场上突然冒出了上百个散户，正在疯狂抢筹，且我们圣罗兰旗下股票正在遭遇不明资金的恶意自控。怎么回事？谁敢在这个时候动我们的根基？是那群平时被我们踩在脚底下的深海市中小企业，他们竟然联合起来了，正在用我们抛出去的气筹作为跳板，反向攻占我们的母公司。陆凡，你以为你是在狩猎我，却不知道我早就在悬崖边撒好了陷阱。你吃进去的每一股倾城股份，都是我埋下的慢性毒药。若薇，这种围魏救赵加瞒天过海的手段，连我都自愧不如。看来我的女王已经可以自己斩杀恶龙了。陆燕，我赢了，我没让你动用那个协议，也没让你变成通缉犯。是，你不仅赢了陆凡，你还向全世界证明了你唐若薇不是谁的玩物，你是这深海市唯一的，也是最强的真神。唐总，看，算力已经突破了物理极限，这不只是芯片，这是陆家圣林家族全球财富网络的万能密钥。原来这就是妈妈拼死保护的秘密，只要掌握了它，就能瞬间瘫痪或解孔陆家在5大洲所有的资产流动。这也意味着，现在的我们成了圣夺兰家族眼中的头号狩猎对象。趴下！陆燕少爷、陆凡少爷请唐小姐去喝茶。陆凡，你敢伤他一根汗毛，我要你全家陪葬！若薇，醒醒，抓紧我！走。
陆总，唐总脱离生命危险了，但左臂粉碎性骨折，头部有严重淤血。拉凡他现在正躲在城郊的一处私人庄园里，还在跟海外的高管开庆功会，商量怎么接管解密后的资金池。既然陆凡想要钱，那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穷途末路。启动大清洗计划。为了即将到手的万亿帝国，干杯！少爷，我的私人账户余额变成0了，我们的海外能源基地、5家银行，甚至圣罗兰的母公司股份，全都被清空了，现在全部显示在天行资本的待清算名单里。陆岩，他怎么敢？这是要跟整个家族同归于尽啊！陆凡，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动他。你偷走的每一分钱，我都有办法拿回来。但你吓到了他，这笔账得用你下半辈子来还。从今天起，深海市只有一种规矩：动他者死。陆燕，为了一个女人，你洗劫了陆凡的账户，瘫痪了半个欧洲的金融中枢，你眼里的家法是不是已经变成了废纸？3年前，我放逐你到深海市，是想让你磨一磨性子，将来好接管这万里江山。可你倒好，竟真的沉溺于这温柔乡里。老头子，山上的风景看久了会冷，我更喜欢这人间烟火。哼，给你最后一个选择，签了它，你就是圣罗兰唯一的继承人，全球30%的财富随你调搬。代价是，这个姓唐的女人必须从这世界上彻底消失。如果不签，我就启动圣罗兰的清除机制。不仅是你，青城国际旗下的上万名员工，还有所有跟你有过交集的公司，都会在24小时内灰飞烟灭。你应该知道，我有这个能力。陆老先生，您之所以高高在上，是因为您习惯了用金钱去衡量人性。哦，小姑娘，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生死？既然陆家自诩为全球能源与金融的规矩制定者，那我们就赌一场，以这枚掌握着陆家底层逻辑的密钥为注，以3日为限。如果我能通过青城国际的量子算力，在不动用陆家1分钱的前提下重组全球能源市场份额，您就必须收回成命，且永远不得干涉我们。在那群中东油王和华尔街大鳄嘴里抢肉。好，如果你输了，陆燕回位，你自裁以谢家族，你敢吗？我敢。唐总，沙特能源局和俄罗斯石油集团已经察觉到数据异常。别慌，陆燕，把吊坠的最后一层物理频率接入服务器。我要让他们每一家参与围猎的投行都在那1秒钟亏掉过去10年的利润。失控了，我们的能源对冲基金爆仓了。对方不仅算准了我们的心理底价，甚至算准了中东内天气和海运延迟。现在我们反倒欠了青城国际3000亿。陆老先生，3日已到，现在青城国际是圣罗兰最大的债权方，按照赌约规矩改了。你是对的，陆家守着这些老规矩太久了，已经烂进了骨子里。从今天起，陆家交给你们了。不，陆家还是您的。天行资本我也不会带走，我只要带走我的老板。若薇，3年前我以为带你躺赢是我的本事，现在我才发现，真正躺赢的人是我。那你就乖乖签好那份无期徒刑的转正合同。陆助理，这辈子准你带我躺赢。今日，青城国际能有此成就，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付出。但今天，我还要举行一场特殊的入职仪式。陆助理，按照我们3年前签的那份雇佣合同，
你已经超额完成了所有安保和咨询任务，现在天行资本已经并入倾城，你愿意接受这份新的任命书吗？唐总，这些年我在华尔街闯荡，虽然赚了点零花钱，但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张聘书太重，陆某才疏学浅，不敢当副总裁。我只想申请续约那份贴身助理的职位。这里是我所有的家当，包括天行资本在全球的剩余红利，现在全部上缴。从今往后，我不再是华尔街的豹王，也不是陆家的继承人，我只是唐若薇一个人的首席助理。所有的钱归你，我只要一个终生的长期饭票。不知唐总敢不敢收下我这份卖身契？收了。既然你这么有诚意，那本裁批准了。为了庆祝首席助理入职，也为了庆祝我们登顶全球，我宣布倾城国际全球所有分公司所有员工年终奖翻倍。假期开始了，陆助理，带我去试婚纱吧。顾少在里面生不如死，这对狗男女却要举行世纪婚礼，做梦！老大，婚礼当天的安保是天行采访的人，我们根本进不去。不需要进去，婚礼前夕的预热酒会，我买通了送酒的服务生，只要在这批顶级香槟里加点料，明天全深海市的名流都会给他陪葬。陆总，正如您所料，那几个漏网之鱼动手了，他们接触了负责酒水的临时工。我们要现在抓人吗？不，我要利用这次机会，让所有还躲在暗处对倾城洞歪心思的人看看，动唐若薇的代价是什么。陆助理，这杯酒成色不太好，配不上我老板。小五，带这位兄弟去后台换一批好的。陆燕，你有本事就杀了我，顾少不会放过你的。顾星河现在连自己是谁都记不住，他拿什么不放过我？原本按我的脾气，今晚这里该种点肥料，但明天是我大婚的日子，我答应过若薇，不让她的视线里出现半点血色。小五，把这几个人送去我们在非洲新买的那个金矿，让他们在那里开一辈子矿，别回来了。明白。陆助理去哪儿了？一会儿还要彩排宣誓呢。没事，去确认了一下明天的玫瑰花够不够红。陆老先生，谢谢您能来。傻孩子，陆燕这辈子最成功的一笔投资就是遇到了你。我若不来，那小子怕是会把陆家祖坟都给拆了。陆燕先生，你是否愿意娶唐若薇女士为妻？我将终身臣服于唐若薇，与她无上的自由，护她永世的安稳。那么，唐若薇女士，你是否愿意？我愿意。不仅如此，我还要追加一条合同。陆助理，这辈子、下辈子你都别想离职。若薇，你怎么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如果他有半点闪失，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恭喜陆先生，贺喜陆先生，陆夫人并无大碍。无大碍为什么会晕倒？说实话！夫人晕倒是因为近期过度劳累，加上情绪变动过大，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夫人已经有2个月的身孕了。由于受孕期间，夫人一直高强度工作，身体有些亏欠，这才引起了突发性低血糖眩晕。
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好，好啊！圣罗兰家族等了这一代人整整30年。各位，婚礼继续，但有个消息我必须宣布，我老婆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原本陆燕这臭小子说他不稀罕家族的万亿资产，想自己打江山。那好，老头子我成全他。我陆天行在此宣布，将陆家名下所有的能源、港口、金融控校权以及圣罗安家族的绝对继承权，正式授予我尚未出生的重孙陆燕。你小子以后只能给你儿子打工了。若薇，你看，我就说带你躺赢吧，现在倒好，连咱们儿子都带你一起赢了。陆助理，看来你的新生之路又变漫长了。陆小宝，这是办公室，不是你的赛车场。你再撞到那个清华瓷瓶，我就把你这个月的辣条额度全扣了。爸爸说，青城国际的瓷瓶都是用来岁岁平安的。小宝，过来，喝完这瓶奶，再去霍坏你妈的公文包。陆助理，这都几点了？唐总，3年前我就说过，我只是你的首席助理，照顾好老板的身体是入职合同里的第一准则。那不知陆助理今天准备了什么顶级午餐？是法式大餐还是分子料理？都不是。今晚不加班的话，陆助理带你去吃南门路口那家你念叨了半个月的路边摊。真的？可是小宝怎么办？让小五带他去吃汉堡。走吧，唐董事长。现在的深海市，没人敢拦着咱们去撸串。谁能想到，那个掌握全球经济命脉的男人，竟然真的给唐总当了一辈子的贴身助理。爸爸，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呀？这里风好大。小宝，这里是爸爸和妈妈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天晚上，这里下着很大的雨，爸爸当时掉进了一个很深的泥潭里。小宝，你记住了，很多人会告诉你，陆家很有钱，青城集团富可敌国，但爸爸要告诉你，财富从来不是银行卡里那一串冰冷的数字，也不是这些钢铁大楼。真正的财富是当你落魄的全身只剩这1块钱，当你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个世界抛弃的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愿意不顾一切地冲进暴雨，伸手拉你一把？小宝，你爸爸这辈子做过最赚的买卖，就是用这1块钱骗了妈妈一辈子。这枚硬币交给你保管，以后不论你站得有多高，都要记得看一看脚下的泥土。做一个能拉别人一把的人，比做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要有意义的多。小宝记住了，以后我也要给漂亮姐姐当助理。陆燕，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当年没有真的跳下去，也谢谢你带我看到了这片云海平原。这场逆袭，你是我的起点，也是我的终点。其实，我从没想过要坐拥什么江山。我想要的，从头到尾都只有那个在雨夜里救我的女英雄。陆燕，你看，妈妈当年留下的代码，现在已经变成了守护地球的防护网。当初那个在唐家夹缝求生的私生女，竟然真的做到了让世界抬头的梦想。你一直都很出色，若薇，我只是在那些路标上帮你加了一盏灯。陆燕，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问过你：3年前在华尔街翻云覆雨，身边围满了名媛巨头的你，为什么偏偏在那天晚上选了我这个一无所有的女人假扮女友，甚至还愿意签下那份月薪3万的侮辱性合同？若薇，在那天晚上之前，我一直活在一种虚假的盛世里，所有人都敬畏我的钱，
所有人都想分食天行资本的尸体。当我满身泥水站在桥边，觉得自己快要被这个世界抛弃的时候，只有你，那个素不相识的傻姑娘，不顾一切的把我扑倒在地上。那一刻，我才真切的感觉到我还活着。所以你就将计就计，赖上我了？是，我发现那个敢对着千亿府妇破口大骂，却半夜躲在厨房偷吃辣条的女孩，才是我这辈子最想拥有的梦想。江山再大，也不及你眼底的一抹清澈。陆助理，这场告白的要价有点高啊。天行资本的技术部为了同步全球信号，怕是熬了1个礼拜的夜。没事，这叫企业文化建设。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片云海平原是我送给唐主席的。让你假扮男友，你竟让我坐拥云海平原。陆燕，有时候我真的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我做的一个梦？从那3万块钱的合同开始，你就一直在带我躺赢。我拿了你的硬币就想走，是你要跟我签那份无期徒刑转正合同的，现在后悔了。后悔？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在那天晚上捡到了你这个宝贝。陆助理，余生请继续带我躺赢，不准请假。准了，不仅这辈子带你躺赢，下辈子、下下辈子我都预定了。